先回答一个问题，如果明天开始你不上班，你的收入能撑几个月？3个月、1个月，还是0？这个数字比公司条还要诚实，因为它暴露的是你赚钱的方式。这个世界上有3种人，有人出售肉身，有人出售稀缺性，有人拥有系统。看起来都在赚钱，其实根本不是同一场游戏。我是胜，今天5刀把这台机器拆给你看。第一刀，先从那个穷字开始下刀。只看绝对数字，这个时代不像在变穷，公司在涨，手机更快，外卖更方便，所以每次有人说越来越穷，总有人反驳，他们只是不知足，没用，量错了东西。要量的不是你有多少，是你能停多久。美联储每年做一次家庭经济调查，最新结果只有1半多一点的成年人应紧急储备够覆盖3个月的开销，将近40%的人拿不出现金和储蓄，也刷不了下个月能还清的卡去覆盖一个$400的意外。而这37%里有超过1/3人就算只是比$400也根本付不起。这是全球最大的经济本体。注意，这不只是统计某一种极端的个案，它统计的是所有成年人，只要收入停一下，房租、房款、账单立刻开始倒数。所以越来越穷说的不是钱包越来越扁，是公司在涨，而你停下的资格在消失。真正贫穷不只是账户余额，是你越来越没有资格停下来。为什么有人能停下来，而有人不能？接下来3道，我只问同个问题：你不在场，钱还会不会进来？第一种人回答最干脆：你不在场，收入当月归零。工地、仓库、流水线、柜台、外卖箱，也包括很多做办公室看起来很体面的岗位。判断标准不是穿不穿工服，是你的收入必须由一套准时出现的身体来结算。很多理财视频说，基层卖的是时间，不对，时间只是发票上的单位。你出售的其实是自己还剩多少年，可以准时起床，可以保持清醒，忍受通勤，服务排班，而且不要生病。机器会有一个会计科目叫折旧，一台设备用10年，账本每年扣掉一笔耗损，人一样会折旧，体力、注意力、腰椎、睡眠、情绪，区别只有一个。机器的折旧会被纳入为成本，你的折旧不会出现任何一张公司单上，这叫肉体折旧率。网上有个更难听的说法叫耗材论，我不喜欢这个词，但数据不在乎我喜不喜欢。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做过联合估算，仅仅1年，全球约75万人的死亡和每周工作的55个小时有关。中风和心脏比起20年前多近了3成。每周55小时是什么概念？大约等于5天，每天工作11个小时。报告里还有2个更冷的细节。第一，重灾区，西太平洋和东南亚，就是我们这里。第二，大多数死人在60到79岁离世，而那些超时的工作更早。加班的账单往往不会当场寄到，它可能很多年以后才开始结算。但折旧不只是死亡，死亡是长尾，真正每天结算的是另一种东西。一个被榨干的人回到家是什么状态？不是休息，是瘫着。体力可以睡一觉补回来，但有一种东西补不回来，意志力。构建任何东西都需要意志力。学一门新技术，研究怎么投资，其实只是坐下来想清楚自己的处境，
而这些恰恰需要一种东西，没有工作被前提抽干的注意力。系统最深的一层剥削，不是让你过劳，是用足够疲惫让你收工以后连思考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接下来的只是滑动屏幕。工资按照小时计算，但人的耗损从来不会照小时归还。第二种人看起来已经逃出去了，工程师、经理、医生、律师、高级打工人，他们的回答体面的多，不在场，收入不会立刻归零，有年假，有病假，有通知期，但注意，不会归零不等于不会停，它只是从归零变成的倒计时。中层出售的不是工时，是稀缺性。更高的学历、更深的专业、更稀缺的技能，同样1个小时卖得更贵，这当然是一种上升。这还不是自由，这一层藏着2个事实。第一个，收入更高，项圈也更贵，更高的公司，配套更大的房贷，更好的学区，更体面的生活，和一个更不能掉下去的位置。基层被锁在生存里，中层被锁在体面里，一条是铁链，另一条只是镀了金，这叫做金色项圈。而最贵的那道项圈，很多人还以为是资产。签下了30年的房贷的那一刻，你以为你买的是一套房，不是银行买下了你未来30年不敢生病、不敢吃屎、巅峰产出。基层害怕活不下去，中层害怕掉下去，所以中层往往跑得更快，也更不敢停。第二个事实更冷，稀缺性本身也在折旧。先看入场券，10年前一张大学文凭是稀缺品，今天美国的就业者里已经有接近一半拥有科以上的学历，而大学学历带来的工时溢价，在金融危机后的复苏开始停滞，近年甚至有所回落。当一半的人拿着同样的入场券，就不再稀缺。再看技能，不用相信那些夸张的技能半衰期，听着雇主自己怎么说。世界经济谈调查了1000家企业，雇主自己预计到2030年，员工现有核心技能将近40%会发生变化，5年40%。你刚还完一门技能的学费，它已经开始过期。然后 AI 来了， MIT 和橡树林国家实验室把1亿5千万美国劳动者逐个建模。结论，你在新闻里看见的科技就业冲击只占总公司的暴露量 2.2%， 水面之下是 11.7%，5倍多，集中在行政、财务和各种专业服务岗位。这是能力测算，不是裁员预测，但它至少还说明一件事： AI 的刀口早就不只是对科技公司下手，水面下的那些岗位原本以为自己足够体面，最后风闻世界给稀缺性的折旧起了一个更直接的名字：35岁。疫情期间，智联招聘追踪过一批35岁以上的求职者，那一批在2020年3月离职的人，半年之后仍然有超过60%还在平台上投简历。在折旧足够快的行业里，经验不再是资产，它开始变成负债。你的漏分在折旧，你的稀缺性也有保质期。第三种人也给出第3种回答：你不在场，钱照样进来。先把情绪拿掉，这不是道德的问题，是会计的问题。上层不一定不工作，很多人工作得更凶，但他们收入的主体不是公司，是所有权、企业、股权、土地、平台、专利，以及别人未来必须持续支付的现金流。劳工收入有上限，你一天只有24小时，但一个系统没有24小时的上限。过去几十年，这道差距还在被拉大。
先看蛋糕的切法。经济学里有个指标叫劳动收入份额，社会创的价值里分给劳动者的比例。国际劳工组织的测算，过去20年，全球这个份额下降了 1.6个百分点。听起来不大，但如果这个份额还停在20年前的水平，2024年劳动者可以多分到2万多亿美元。钱没有消失，只是流向了蛋糕的另一个地方。再看结果，世界不平等的报告，最富有的一层人握着全球3/4的个人财富，底层一半的人口合计2%。有人会说，持有资产也有风险，创业九死一生。对，这正是需要诚实的地方。劳动风险是折旧，它是确定的；资产的风险是波动，它是不确定的。确定的损耗换确定的公司，不确定的波动换不上上限的回报。这是2份不同的合同，而大多数人签下第一份的时候，根本不知道还存在第2份。基层靠自己的工作，中层靠自己变贵，上层靠系统扩张。前面4道解释了差距为什么存在，但标题问的不是为什么有差距，是为什么越来越穷。这不是新闻，这是一台已经运转100多年的机器。很多人直到今天才第一次看见它。变了的是2层之间的汇率。1985年，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3年半的收入换一套房。今年按哈佛住家研究中心的口径要5年。不是上一代更努力，是他们完成兑现的时候赶上了那班车。亚洲呢？同一份国际口径里，香港的房价收入比14，不吃不喝14年。这条汇率的另一面写在人口里。2025年，美国30岁以下的成年人接近一半和父母住在一起，比起疫情高了12百分点。上一代攒了3年半上车，这一代还没离开站台。这就是越来越穷的机制，不是生活水平一定在下降，是劳动兑现资产的汇率在许多城市长期恶化，而所有权是少数能够破公司上限的出口之一。于是闭环出现了，还记得第一刀吗？停下来的资格。这不只是关乎舒适，它是复利的入场券。2020年3月标普500在33天里跌了3成多。同一场暴跌，2种人，有缓冲的人开销有储备覆盖，资产不必卖。半年后市场新高，份额还在，复利继续。没有缓冲的人失业，房租账单同时到期，更可能在最不该卖的时候被迫变现。价格在哪里不完全由他选，市场后来涨回去了，他的份额没有回来。这不是谁蠢谁聪明，这是开局时缓冲的厚度在危机里被结算的一次。没有资格停下来的人，也没有资格等待复利。把5刀合起来，你能出售的漏分、时间、稀缺性都在折旧，能复利的只有所有权。一边折旧一边复利，差距会自己拉开。这台机器最可怕的是它不需要坏人，只需要复利和时间。最后有2个例外，做对照组。新加坡接近80%居民住在主屋里，其中约90%拥有自己的住宅。德国超过一半居民是租客。租房在哪里是长期方案，不是一张追着你跑的失败证明。这2个例外不是药方，只说明一件事：同样的地球，同样的资本，结构不同，结果就不同。问题在结构，不在你的努力。这一集不负责给你出路，只负责让你看清自己这一刻站在哪里。这个世界当然奖励努力，但它更奖励稀缺性、规模以及所有权。基层出售肉笋，中层出售更昂贵的笋，上层买下来的是别人未来不断出售的肉分权利。当你还在出售时间，他们已经在购买你的时间。我是胜。
下期见。